有缘人，既然你刷到了这个视频，恭喜你！2025年将是你运气爆棚的一年，这是因为你的频率正在接收来自宇宙的高能量。而有些人划过这个视频，并不是因为它不吸引人，而是他们的频率不在这个能量层次上。今天，我决定把让自己运气翻倍、磁场强化的秘密分享给你，请务必看到最后，因为命运只会眷顾那些愿意接受启示的人。2025年已经开始，这是个乙巳年，传统上被认为是火旺之年，也象征龙蛇之变。这一年注定充满变数，既有挑战，也蕴藏机遇。当下的业力清算仍在进行，宇宙的一切都遵循着天道的规律运转，多余的终将被削减，不足的必将被补足，这是无人能逃避的命运安排。老天以何种方式引导我们？答案就藏在生活中那些看似巧合的惊喜与挫折里。如果你感受到生活中的正向经验，那说明你正在走在正确的轨道上，而那些挑战或令人沮丧的经历，则是提醒你停下脚步，重新审视方向。当前的一切都是来自宇宙的提示。当你处于低频振动状态时，生命会以各种方式向你发出警告。撞到手肘，踩到脚趾，或是小病小痛，陷入交通堵塞，错过班车，遇到态度粗鲁或脾气暴躁的人，感觉到事情不协调，四处受阻。这些信号并不可怕，而是宇宙在提醒你放慢脚步，重新调整自己的心态与频率，回归自我中心。科学与能量的奥秘。研究显示，每个人的能量层级由信念、动机、行为准则和心灵境界决定，而能量层级直接影响着我们的命运。大多数人的能量层级终其一生变化不大，除非遭遇重大事件或得到高人指点。而一旦能量层级突破关键点，就可能彻底改变人生轨迹。200以下，低能量状态，容易感到消极与无助。200以上，人生开始出现积极转变，内心逐渐建立自信。250以上，开启顺意而有意义的生活。500以上，完成能级的巨大跃升，进入高维智慧境界。数据显示，从200以下跨越到200以上，能改变一生的命运。而500以上的人，则真正进入了更高的灵性层次。改变、助力他人，高能量的秘密。在一个高层次的精神状态下，一瞬间的领悟，足以颠覆一个人对生命价值的所有认知，从根本上改变世界观、人生观和人生目标。这种改变不仅仅是思想层面的转变，还会体现在行动上，让人真正做到脱胎换骨，重获新生。更重要的是，这种改变不仅能影响个体的命运，还能透过能量场的扩散，改变他人，甚至整个世界。随着地球进入新时代，整体能量层级正在逐步提升，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向高能级靠拢。这是地球能量升级的重要时刻，我们每个人都需要成为其中的一部分，参与这场全球觉醒的进程。
在这个过程中，爱与喜悦成为关键，因为它们是高能量状态的核心表现。少数人撬动多数人，高能量层级的影响力。少数拥有高意识层级的人，能量场之强大，足以抵消大多数人的负能量。研究显示，能量层级越高，其影响力就越广泛。以下是一组令人惊叹的数据：一个能量层级300的人，其能量等同于9万个能量层级低于200的人；一个层级400的人，相当于40万个低于200的人；层级500的人，则等同于75万个低于200的人；层级600的人，其影响力更是相当于1000万个低于200的人，而一个层级达到700的人，足以抵消7000万个低于200的人的能量。由此可见，少数人的高能量可以改变整个社会的能量结构。在任何组织中，这条法则同样适用。高能量层级的成员越多，组织的整体能量层级就越高，其成功的可能性也越大。因此，一个组织成功的核心秘密在于整体能量水平的提升。能量无处不在，所有事物都有其能量层级。这里有一个更大的秘密，所有存在的一切，不论是书籍、食物、水、衣物，还是人、动物、建筑、汽车、音乐、电影，甚至运动，都有其独特的能量层级。大多数流行歌曲和文化作品的能量层级低于200，因此消费这些内容的人往往会被拉低到相同的低能量状态。特别是当下的许多电影、节目，将观众的能量压制在低频振动中，让人不自觉地陷入低层次的意识状态。地球升维的核心目标是将所有低于200频率的能量慢慢覆盖掉，让它们逐渐消亡。我们每个人当下最重要的任务，就是主动提升自己的频率，进行自我进化，让修为迈上更高的台阶。你身边的一切都在影响你的能量，无论是电视、电影、书籍、网站，还是你身边的人、地点、事物，都会对你的能量层级产生影响。这种影响并非绝对，而是相对的。如果你处于理智层次，看电视新闻可能会暂时降低你的能量，但如果你处于罪恶感或羞耻的层次，电视新闻反而可能提升你的意识层级。因此，当你审视自己的生活时，不妨思考一个问题：哪些人事物在提升你的意识能级？哪些又在降低它？答案可能出乎意料，但它们直接决定了你的能量层级走向。选择高能量的资源。我们需要有意识地接近那些能帮助我们进一步提升的资源，让正能量的事物提高我们的频率。例如，选择启发性的书籍、高层次的音乐、积极向上的人际关系，甚至选择一个能激发内在力量的生活环境。这些选择都会让你的能量场稳步提升，为下一次飞跃做好准备。改变自己，影响世界。当你开始提升自己的能量层级，你不仅改变了自身的命运，还能为周围的人带来积极的影响。你所在的频率越高，你的影响范围就越广，
最终甚至可能助力地球的整体升维。改变从当下开始，选择提升自己的频率，主动进化，让爱与喜悦成为你的核心能量源泉。未来属于那些敢于改变的人，而这份改变将不仅仅是你个人的飞跃，而是对整个世界的巨大助力。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，提升自我与拥抱高能量。在生命的旅程中，我们每个人都处于不同的意识层次，有时高，有时低。整体来看，我们的平均层次决定了我们的生活质量与生命价值。例如，一个人或许大部分时间都处于勇气层次，但可能在某些方面，比如沉迷于娱乐或过度消费，仍被低层次的行为所拖累。同时，我们也可能在某些时刻触及更高的意识层次，从中获得灵感与成长，比如接触到启发性的书籍或与有智慧的人交流，发现自己的层次与洞察力。要提升自己，首先需要认清自己的现状，了解自己的意识层级处于什么阶段，并且诚实面对自己的短板。同时，我们可以透过阅读、反思和学习，从更高层次的内容中寻找启发。比如说，你可能整体处于接纳层次，但偶尔接触到理智层次的观点时，会感受到振奋，甚至激发更深层的洞察力。这些时刻是改变与进步的契机。每个人提升的步伐不同，但每一步都至关重要。当我们偶然体验到高层次的意识状态时，会感受到一种内心的召唤，告诉我们需要改变。然而，当我们陷入低层次的状态时，那些高光时刻的记忆可能会变得模糊。因此，持续的自我提升与反思，对我们的生命意义与成长而言极为重要。提升自我意识的关键。作为人类，我们生命中最重要的使命之一就是提升自身的意识能级。那么，如何做到这一点呢？首先，远离低能级的事物，主动选择高能量的环境。这包括与高能量的人交往，阅读启发性的书籍，聆听高品质的音乐，甚至让具有高能量的物品，如艺术品或工艺品，围绕在你的生活中。当我们有意识地将高能量的事物引入自己的生活时，会自然而然地提升我们的频率，让自己更接近高层次的状态。其次，我们要学会剔除生活中那些无价值的思想、行动和人际关系。这些低能量的因素不仅消耗我们的精力，还会拉低我们的整体层级。相反，我们应该努力让最优秀、最能启发我们的事物伴随在身边，形成一个高频率的能量场。当你被高能量环绕时，你的振动频率自然会提高，从而吸引更多的好事与良机。高能量的力量与吸引力。当我们进入喜悦、感恩或爱的高能量状态时，我们的吸引力会成倍增强，甚至能够对周围环境产生积极的影响。这并非偶然，而是自然的法则。高能量状态本身就是一种强大的磁场，能够吸引更多同频共振的机会。然而，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什么都不做，简单的交给命运。相反，
我们需要付出努力，并学会顺应自然规律，才能真正掌握提升的主动权。正如古人所说，道生一，一生二，二生三，一切事物都遵循着自然的规律。只有当我们努力成为抱阳的种子，并在适当的时机接收天地的雨露滋养，才能真正实现自我成长与蜕变，顺天应人，创造自己的气场。许多人误解了天命与安排的含义，以为一切都是固定的，无法改变。然而，真相是，我们的气运与磁场是可以主动调整的。通过提升自己的频率与意识层次，我们可以影响自己的命运，甚至影响周围的人。答案其实不在外界，而是萌发于内心。当我们内心足够强大，外界的环境与挑战将不再是一种束缚，而会成为我们成长的催化剂。正如那些伟人，他们的起点或许平凡，但凭借内在的力量与对高能量的追求，他们最终实现了自我的超越，甚至改变了世界。作为人，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？答案或许因人而异，但从意识层次的角度来看，我们最重要的任务是提升自己的能量频率，让自己处于更高的意识状态。这不仅让我们的人生更有意义，也能使我们的能量场影响他人，甚至为整个世界带来改变。这一过程需要我们有意识的选择与高能量的事物同行，剔除生活中的负能量，并且不断探索内心的智慧。当我们真正做到这一点时，我们不仅能够改变自己的命运，还能为这个世界注入更多的光与爱。因为提升自我正是改变世界的起点。行善积德，如草木的光合作用般获取自然能量。人的生命本是天地精华阴阳和合的结晶，是万物之灵。这份灵性源于虚无中的一缕光明，只因后天的欲望缠身与尘世袭染，才让我们的本性逐渐被蒙蔽。然而，天地间的光明无私照耀着万物，就如阳光普照大地，日月星辰运行不息，都是在不断赋予生命能量和希望。道祖称这份光明与能量为德，是一种无私奉献的精神，是天地赋予生命的本质力量。行善积德，如同草木进行光合作用，将这份来自天地的能量转化为自身的福报与光芒。当一个人因生活中的不顺而感到内心阴郁时，往往是负面情绪长期累积的结果。这些无形的阴性能量滞留体内，会阻碍我们感受幸福与顺遂之流。此时，唯有保持阳光的心态，坚持行善积德，才能从内心散发出明亮的光芒，逐渐化解阴霾。无需过于计较结果，秉持但行好事，莫问前程的态度，福报自然会悄然增长，气运与磁场也会随之改变。读书学习，汲取古圣先贤的精神能量，养成气质与内涵。古圣先贤的智慧源于天地自然，他们以心血凝结的经验与感悟，透过文字流传后世。这些典籍如同一股纯正的德能量甘泉。热爱读书学习的人，常能养得一身静气，内心通透明澈，
由内而外散发出浓郁的书香气质。这种气质不仅表现在语气的平和与举止的文雅，更是一种沉稳的内在力量。读书学习不仅能拓宽我们的眼界和心胸，更能提高思维的层次，开启新的认知维度。然而，读书的选择至关重要。如果沉迷于充满计谋与权术的书籍，只会让人变得阴暗、冷漠，甚至将自己的快乐建立在他人的痛苦之上。这种短暂的满足，如同患者依赖激素输液，表面看似有效，实则伤害深远。选择阅读健康阳光的书籍，就如吸收天地间的正能量，可以净化我们的内心，改变磁场与气运。因此，阅读不仅是一种习惯，更是一种修行，是通往智慧与高能级生活的重要途径。与高能量的人或平台同行，做有意义的事。个人的能量往往因环境的影响而稀散微弱，所处的环境决定了能量的积聚程度，正如山南水北，向阳花木早逢春，负阴抱阳的道理无处不在。植物无法移动，所以不能改变命运，但人可以选择，这也正是树挪死，人挪活的智慧所在。然而，选择的前提是通过不断学习提升自己，为未来创造更多可能性。能量大的个体或平台，犹如时代的风口，他们的一举一动影响着整个社会的走向。这类人往往才华横溢，但才高不厚德的情况常导致坠落。因此，行善积德依然是基石，只有德才兼备，才能获得更大的能量支持与成就。对普通人而言，与高能量的人同行，选择能量大的平台，投入有意义的事业，都是提升自身磁场的重要方法。这不仅能让我们找到人生的方向，还能通过与能量场的共振，不断提升自己的层次。毕竟，个人的力量总是有限，借助更高的能量场，才是突破瓶颈的关键所在。气运的根源，改变从内心开始。无论是行善积德、读书学习，还是选择高能量的环境，这一切的本质都是为了让我们的内心更接近光明。气运的改变不是靠外在的力量强行掌控，而是源于内心深处的觉悟与选择。当内心充满阳光，充满德的能量时，人生的磁场也会随之改变。命运虽有定数，但天地之道不会偏袒。唯有努力成为一颗抱阳的种子，在适当的时机，才能吸取天地的雨露，成长为蓬勃的大树。因此，无需怨天尤人，更无需停滞不前，而是要持续提升自己，将善行、智慧与能量化为行动，去迎接命运的馈赠。人生的答案从来不在外界的掌控之中，而是潜藏于内心深处的那一缕光明之中。凡事往好的方向去想，感召天地正能量。世间万物变化无常，人的心性也不例外。然而，心性中藏着一个重要的玄机，如果心念随着事物的起伏而波动，便会被阴性能量纠缠，逐渐失去自我掌控力。相反，当心性稳定下来，就如同玉石、黄金、钻石般，
能吸附周围的一切光芒与能量，化为自身的力量。这份玄机的核心就在于您的心念。凡是往好的方向去想，就能感召天地之间的正能量；若总是往坏的方向去想，便容易被恐惧、不安的烟云笼罩，迷失于负面情绪之中。正如《太上感应篇》所言：祸福无门，唯心自照。意思是，天人感应的道理在于，您想什么就会吸引什么，害怕什么往往就会来什么。迷与悟其实只在一念之间。心中若充满美好的念头，气运便如阳光般明亮。凡是多想积极的一面，内心的磁场会逐渐转向正面，生活自然越来越顺遂。听天由命不等于顺其自然，生活中的一切一半是天意，一半是人为，这便是阴阳和合之道。然而，很多人对听天由命和顺其自然的理解往往混淆。听天由命是消极的，带着破罐破摔、自暴自弃的情绪；顺其自然则是积极的，带着阳光心态，在努力之后坦然接受结果。所以，顺其自然并非无畏，而是智慧的畏。若想改变自身的气运与磁场，必须依靠以下4种能量：一、德能量为基石，善行积德是根本；二、慧能量以智慧提升心性；三、位能量选择正确的位置和平台；四、正能量保持积极的心态与信念。德不配位，终会反噬。在现实生活中，虽然看起来有些投机取巧的人，似乎能量满满、轻松顺遂，然而，如果他们在前半生透支了诚信和道德，到后半生气运便会快速流失。正如古语所言，德不配位，必有灾殃。能量的反噬往往来得悄然无声，但却无法避免。所以，真正长久的气运与成功，必须建立在德的基础之上。只有善行积德，心怀感恩，才能让生命的磁场始终稳定在阳光与美好的频率之上。善意循环，祝福加持。有缘人，感谢您耐心读到这里。如果今天的内容对您有所启发，请为我按一个赞，这份响应不仅是支持，也是善意的传递。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一句祝福，让爱与善意在我们之间流动，彼此加持，让我们的心充满阳光与美好，迎接生活中每一份可能的惊喜。愿我们一切顺利，越来越幸福。好了，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，还没有订阅这个频道的，请点击下方的订阅按钮，并在评论区留言那句接财接福接好运，与我建立连结，随缘加入，共修福报，随喜转发，功德无量。